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。那么今天这个小视频接着上一期的话题，在改装洗手台的时候，怎么样去改装这个洗手台的下水？那么上一集呢，给大家介绍了怎么样改装洗手台的上水。如果大家对这个有所疑虑的话呢，请点击屏幕一角的链接，观看那一期的视频。这里以前是一个酒吧的洗手池，做的非常大，是一个大的三角形。然后它的下水呢是这样的，伸出来非常多。我现在计划就是把这个完全拆除掉。那么要做的呢，就是这个上下水要重新的改装。那么现在呢，我用这种锯子已经把这个下水的这个管道把它锯掉了。好，我现在呢就在这里装了一个小柜子，然后它的上面会装一个洗手盆儿。上下水呢位置占用了一些柜子的空间，所以我用那个 jigsaw 把它锯出一个缺口，这样的这个柜子可以 fit 在这个地方。好，现在准备接下水管。这个下水管呢，首先要 dry fit 一下。这个是这个 sink 配的这种下水管。这个是一个 P-trap。然后把它装好以后呢，可以放在这个位置。然后看一下，稍微长了一点，因为这个管要塞到这个里面去，所以大概3寸左右，2寸半左右。那么现在我就要把这根管子拆下来，这根管子我准备大概裁3寸左右。好，这个管子我裁完以后呢，大概是这种效果，基本呢是这个尺寸是差不多了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准备接这个下水管的这个接口。你需要买一个这样的接口，这个是sink 的下水管，通过这样一个接口接到这个黑色的 ABS 的下水管里面去。这个是我裁一节管子，这样呢它可以 fit 进去。然后我会把它用胶水浇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呢我再用这个 dry fit 一下。你可以看到，这样这2节管道会很好的结合在一起。这个胶水是有2瓶，一个是 cleaner， 一个是 glue。这个是 cleaner， 我把它打开。这个是 glue。好，首先用这种紫色的 cleaner 清洁一下。然后涂上胶水。迅速的，然后转1/4圈。
可以了。同样的，另外一边，注意不要碰到手上，因为这个东西非常难以清洁。好，转1/4圈，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准备把这一边交到这个主管上面，同样的。先是 cleaner， 然后呢是胶水。好了，在你改装之前，你首先要看一下你现在家里面的这种下水管是什么样一种类型。那么在加拿大这边最常见的是2种类型，一种叫 ABS， 就是黑色的管道；另外一种叫 PVC， 是白色的管道。那么还有一些比较老一点的房子可能会有一些铜管啊，或者是一些铁的管道。这个呢，就是说在你买一些 fitting 的时候和管道的时候，那么一定要确定你现有的管道和你新买的 fitting 是能够兼容的。基本上我建议呢，如果你是 PVC 的管道或者 ABS 的管道，那么你仍然买这种 PVC 或者 ABS 的 fitting。如果你是比较老一点的铜管或者是铁管的话呢，你可能要用一些橡胶的一些 fitting， 可以做到这个管道之间的转换。那么关于这个使用的胶水呢，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下，这个胶水呢，它这个是按照你下水管的材料，有不同的胶水可以选用。ABS 呢，你一定选择这种 ABS 的这种胶水。PVC 呢，你要选择那种PVC 专用的这种胶水。那么这种 cleaner 呢，它实际上是不分 ABS 啊、PVC、CPVC 的，所有的塑料的这种管道都可以用。还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的是，当你浇这个管道的时候呢，因为这个胶水呢，它干的是非常快的，在1分钟以内它就会凝固，所以动作要快一点，不要等很久。这样的话，那么这胶水干掉以后，它就没有密封的效果了。最后呢，我再讲一下这个 P-trap 的疏通，因为经常sink 在你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你可能会发现这个下水没有以前那么流畅了。这是因为很多的头发啊之类的异物，逐渐的聚集到这个下水管里面。由于呢它有一个 P-trap， 所以呢在那里呢一些东西会在那儿聚集，尤其是一些设计的非常简洁的现代的一些 P-trap， 看上去呢非常好看，但是呢它就更容易阻塞。所以基本上遇到这种情况以后呢，你要做的就是把橱柜打开，然后把 P-trap 把它拆开，然后清洁一下、清理一下，把里面的异物阻塞物清理出来，然后再把它装回去就可以了。感谢您收看我的视频。那么这一期的节目就
到这里了，然后希望对您有所启发和帮助。如果您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，或者还没有订阅，请点击下面红色的订阅按钮，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帮助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